我这真是10年，整整的10年还多了吧？10年都多1个月了。那天我还说，我是12年3月2号买的，这现在2022年3月2号已经过了，这都4月2号了，还是这个样的嘞。为这个房子呀，太多的辛酸。我们山区嘛，比较贫困。你们老家是哪儿？我们是榆林地区清界县。我爸是15年，就是农历的4月26查出来肺癌。他查出来以后，他还要看一下我的房子，然后我就把他带到这楼底下，我说你就在这儿看看吧。我说就这栋房子，我买的就在这儿的。他说那我上去看看。我说就盖这个样的，你咋上去呢？你逼上去了。反正我爸就是从15年，就是农历的腊月26就走了，反正也没介绍我的房子，知道他姑娘在西安买了个房子，也没到这房子里来进来看一看。就是为这个房子呀，我们夫妻也是邻里吵架。18年8月16号，我们俩就是办了离婚手续，房子给我了，孩子给他了，然后就为这个房子，当时你愿意买这个房子，房子给你，他不要了，然后我们俩就是现在我也没个家，也没有地方去，哎，就在这儿住着呗，没办法，你说现在就过成个这了，那个我们也没办法把它拿下去，就堆在角落里。这个道道的都扫了一下。哎，这些垃圾，那天找了几个袋子，都装这儿了。这是你们装的垃圾啊？都装起来了，要不硌脚。到了。19个，这是用铅笔写的吧？都是拿笔写的，有时候都走，没走到找不到。这是装的垃圾。这个井这个井这样敞着，看着恐怖，我有点恐怖。每一层都敞着呢。都敞着。这个都敞着呢。这儿有个大坑，还更害怕。我把这儿给打了个这，至少你回来了晚上还能安全一点吧。这是那个什么通风井还是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，也是好深的一个坑。好深的。不知道是干啥用的。谁知道？这电梯都已经装完了是吧？这都好了，这是人家不给我们开。已经好了。这今年3月份都开着嘞。今年3月份开的。3月份之前一直开着嘞，施工的用着呢。施工用的。对，后来的就关了，嫌我们用呢。嫌你们用了。我们用呢。用电了，没人交电费是吧？也不知道是嫌咋的嘞。这被子我嫌刮风呢，然后我们这拉起来，要不晚上睡全是土。全是土。因为地上也是土，全是土。就跟咱以前农村的土房子一样的。一样的。然后这窗户你这样开着，它就那灰尘大得很。灰尘大的很，因为你楼层高嘛。我19层。您当时买房的时候，这周围是一个什么情况？周围这些东西有了吗？还是都是空的？这些东西就绿化啥的，就是刚种上小树，很小一点点。有呢，这块空地还是这个楼已经盖起来了，但是这么多年也是搁着，也不知道是干啥的。这里也有一栋烂尾了。对，华阳城以前还没有嘞。你们买房子华阳城还没有？没有，就是规划的，在那种挖坑坑那种样式的。人家现在都好了，你看我们还这个样。其实感觉看一下，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挺好的还行。是的，对我们来说，我觉得这一生能有这么个地方属于自己，也是还挺值的。挺高兴自己在这大都市买一个房子，有自己的家，也挺心酸的。这么多年还没有收到自己的房子，住这样的条件。您是哪一年买的？我是12年3月2号买的。那也是算是比较早的了。是啊，那时候我儿子就上那个啥嘛，上小学2年级。这隔壁不是有个6小嘛？然后就想叫孩子在这上学呢。可是，一晃10年过去，孩子都上大2了，现在。上大2了。还没有房子，这还没有房子住。这明年就毕业了，大学毕业了，然后孩子就这么个情况，现在。没办法，现在你说。
电也没有，水也没有，就是这个房子家呢那时候就是规划的，我们自己住，这是个大卧室，这是个大卧室，11个平方，想着也就够住了。这是个小卧室，这个小卧室的话，想着就孩子住吧。我也就一个孩子，这一个也就够了啊。夏老师他要结婚了，他要住大房了，我就住小房，跟他换一下。就这样计划的，但是计划失败，没成功。再看看我们家这个卫生间，这是卫生间，这是厨房，厨房挺小的。厨房挺小的。这个煤气罐，然后。煤气罐是你扛上来的19哦。扛上来的嘛，扛上来的这个管子坏了，然后现在就漏气呢，我把它卸了关了，然后现在不在这儿做饭，在外面那个小楼子上做饭，就烧个水呀，干什？这水都是我提上来的。这水你提上来的？这一桶水提了老费劲儿来着。提几趟？哎呀，这一桶这水我要提4趟才把它填满了。4趟呀。那我要拿那个小壶提，大壶的话你提不动。也不用不老的，这是米面啥都有，就简单做点拌汤呀，放点辣子呀、盐啥的就行了，不能做复杂的，因为没有电，做不了。这就是我们平常烧水，在这烧水就这样一点就好了。现在用的卡式炉？对，就用这烧点水。平常上班在那吃呢，就是很少做饭，就是休假的话偶尔做1次2次的就是煮点方便面，做点拌汤呀，熬点白米粥呀啥的，就碗也就这几个，别的东西做房子都不要了，拿不上来，把人累得个啥似的，够用就行了。您当时买房是全款的还是做的按揭？我是按揭嘛。你按揭？做按揭，那首付那时候交了17万多。17万6还是17万几，然后现在月供就是1个月2000块钱。2000块钱。现在就是2000块钱。你像孩子呀，现在像我们这没有啥收入了，关键是，这疫情一弄，我们是饭店上班的嘛，一弄人饭店关门，一弄饭店关门，没办法，现在就是住在这儿。你像孩子1个月生活费1500加学费，然后房贷2000块，然后呢再租个房子租不起了，只住在这儿。这最起码不要交房费，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您当时买房的时候买的比较早，他当时承诺的时候什么时候交房？我是12年就是3月2号买的嘛，他是那承诺是给我14年年底交房嘛。承诺14年年底。对，14年年底，最后他不是14年6月份就是资金断裂，他宣布就是停工了，然后就工人都不干。14年6月份就停工了。那您当时发现这个停工了，那当时有没有想办法还是？那能想啥办法呢？那想办法也没救啊。那你是咋想办法呢？就我们这样的也没办法想，那就是找人家就是资金断裂后期会给你解决，然后就是老是一来售楼部，人家还照样卖这房子，寻思这些那资金断裂了也没事儿，那房子卖出去了，他总能把它弄好了。这一晃就这10年过去了。就是您当时发现这个他们开发商资金断裂的时候，房子还在卖是呀，那像我们是12年买的，他14年都断裂了，那15年他还在买。那像我们小区15年买房的人还多了去了。还有15年买。14年你买的也还照样，后面不是断裂了还照样买，然后15年还有买到的里。那其实这个是不管啥时候他都在卖。就是已经断裂了还在卖。还在卖。那您当时没去找开发商吗？那我们没找不到开发商，那只能找售楼部嘛，找售楼部。售楼部那时候我们就找过很多回，他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你不要担心的，不会的，啥事都没有，咱都有预售证呢，咱有证呢，啥都有呢，你都网签了，啥心都不要操，只是暂缓的。最后他说要给我补上1年的那个物业费嘛。当时我们业主也还有很多愿意，就是给你多1年的物业费。当时我是不愿意的，知道不？我觉得假如是人家把房子卖完了都走了，你给我写上一张条条，哪个物业公司认我呢？当时我找他，他给我了1000块钱，就算补偿。就给你补了1000块钱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当时他就给我补了1000块钱，再后来我们就找不到他们了。这个售楼部慢慢就是老是没人，要不就是有个打扫卫生的，然后就是有一个人一说我不是负责人，我咋的，反正就是有各种的理由，你也找不到人家了。就你发现这个已经烂尾了，已经停工了，
去找他，他就给你补1000块钱，你为什么同意这个方案呢？那你说到时候你说像咱们呀，你说啥人也找不到，你说他就说哎呀那是晚交这1年，但是我说那是15年给我补的1000块钱，他说晚交1年给你1年的物业费，你愿意不？我说我不愿意。最后他说那只能说那要不就给你1000块钱，这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，再没有别的办法处理了。那没办法处理，你拿1000块钱总比不拿要强吧？那是他给你写一张条子，给你1年的物业费，那你能抓得住还是看得见呀？那你没办法处理了呀。那别人的还就给写了一个条条，给了1年的物业费，这样的事儿也还多着类似。还有很多这样的，就拿了一个物业费的。是呀，那你说现在物业费还想啥嘞？想的人家物业公司进来的不认你这个条条，认你干啥呢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那您当时有没有想过退房这个方案呢？想过嘛，就是我在那个小伙叫长兵嘛我在他手里买的，那个小孩给我买的，他说姐，你要是实在不满意的话，我可以把你这个房子给你卖掉。然后人家都这样说了，我自己寻思着，我都千看万看的，我都看上这个地方了然后呢，自己好像还有一点舍不得，觉得好不容易能瞅上一个地方，既然买了。那人家都敢说给你能卖掉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房子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当时也就是，不管人家是真愿意给你卖还是假愿意给你卖，但是人家有这么个话，给我心里给那种感觉好像有一点安全感。就是那时候也就是觉得还是再赌一把吧，然后就不舍得，就这样留着，一留就留了这么多年。你说。我这真是10年，整的10年还多了吧？10年都多1个月了。那天我还说，我是12年3月2号买的，这现在2022年3月2号已经过了，这都4月2号了，还是这个样的嘞。就已经10年了，真正10年了，你买的房子。是的呀，没办法，你像我们这个，像我们就是咋跟你说呢？为这个房子呀，太多的辛酸，这10年走的。坎坷太多，我是12年买的房子，我在我们家就是我们山区嘛，比较贫困。你们老家是哪儿？我们是榆林地区清界县。就是陕北榆林是吧？对。然后呢，我爸是那个啥，15年就是农历的4月26查出来肺癌，他查出来以后，他还要看一下我的房子，然后我就把他带到这楼底下，我说你就在这儿看看吧，我说就这栋房子，我买的就在这儿的。他说那我上去看看，我说就盖这个样的，你咋上去呢？你逼上去了。反正我爸就是从15年就是农历的腊月26就走了，反正也没介绍我的房子，知道他姑娘在西安买了个房子，也没到这房子里进来看一看。最后你想，就是为这个房子呀，我们就是屡屡吵架，我们夫妻也是屡屡吵架。我们是在2018年8月16号，我们俩就是办了离婚手续，房子给我了，孩子给他了，然后就为这个房子，这么多年其实我也挺坎坷的。当时你愿意买这个房子，房子给你，他不要了，然后我们俩就是现在我也没个家。也没有地方去，就在这儿住着呗，没办法，你说现在就过成个这了。你说为这房子，其实我挺心酸的，我有时候也觉得挺高兴的，有个落脚地儿。其实我更多的心酸还挺多的，这个也不能否认就说，是吧？无奈的心酸没地方说，只有自己咽着呗。那您这个后期的时候，据我了解到，咱们这边这个小区也有很多就是参与自救的，也有自救成功的，像隔壁这个2号楼，你们这栋楼的话有没有参与自救？有啊，我们那时候就有参与啊。我们这是像我们这栋楼的玻璃就是配套设施基本都是我们买的，然后玻璃是我们买的，然后从楼顶安到14楼。当时就是没有钱，没有工钱，再给人家付了，停了。门这个入户的门也是我们自救款，还有电梯也是我们自己自救款买的。当时我们就是差很小一部分钱，没有请不到工人来安装这个东西才停的。我们也参与了，2号楼参与，人家自救成功了。
我们1号楼就是失败了。你们参与自救的话是一家出了多少钱？一家出2万块钱嘛，一个车位是6万，等于3家人就是买一个车位，然后就是开发商拿车位给你们抵对，这个他是顶的，然后就是3个车位就是6万块钱，3家掏，买家掏2万。如果这3个人之间有一个人要这个车位的话，那你就给剩下的两家把那个2万块钱给人家补回去。你们3家都不要，将来这个房子要是住进来的话，谁要车位，你们3家可以把这6万块钱卖掉，卖给别人，你们3家一人拿2万块，就是这样顶着的。那咱们这栋楼是所有的业主都参与了自救吗？还是说只是部分？也部分的。部分的。没有全部参与。要是全部参与的话，那就肯定成功了嘛。就是应该有1/3的吧。1/3的没有参与是吧？应该是1/3的参与了。只有1/3的参与了。我想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当时这个参与自救的是你们自己业主自筹的，还是说开发商牵头的？那开始还是开发商，就是思德公司的时候开始，他就是让我们自救嘛，那车位是他的嘛，那我们也不敢卖，是吧？那他开始牵的头，然后我们的业主有几个就是跟他们协商嘛，不停的沟通，然后就是开始弄这个事儿，最后就是告终失败。就是你们就相当于咱们这栋楼，就是这个1号楼，这个门窗还有这些东西都是自救的钱。是的。还有电梯都是自救的钱。对，所有都是我们自己掏钱的。就是你们当时就是他停工的时候，你们进来的就是啥都没有，这边就是门窗啥都没装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是什么一个状态？就什么都没有，像外边这种外墙、保温啊，啥都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啥都自己做的。那后面如果还差钱的话，那你为什么没有继续筹钱呢？你想有很多的业主他也不愿意，他觉得他买的房子别人就应该给他，就是买的啥样交啥样，别人就是不愿意就是自救这个钱嘛。像我们这些人就是也没地方住嘛，你想1年在外面租个房子也要2万多块呢，那还不如自救了是吧？你自救这1年的房费，然后至少你可以有很多年不用掏这个房费了，是不是啊？当时大家的个人想法都不一样。咱们这栋楼是总共是有多少户？好像是34层是吧？34层，每一层都是4户。每层4户。我们是2梯4户。就是130多户。2单元是2梯3户。他们是大房子，我们这边是小房子的，前面那边是大房子。就是有的人愿意自救，有的人又不愿意，所以这个事儿就拖下来了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那后面又怎么办的呢？就是这个自救也不成功，然后自救不成功，后来就是叫破产，就重整嘛，然后就是来了个管理人员，就是后来就接受了我们这个样子的，就接受了，这一干就是4年干的还是这个样子，也没啥变化，反正就是拖了。你工地上就没这个人，你说没个人咋干活呢？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是我们今天要那个啥围个圈干个啥，人家就在那人才市场叫上几个人来充个数，然后我们走了，前脚走，人家后面也走了。就是干活的就几个人在这儿磨洋工是吧？就几个人，没啥人，啥人都没有，就没个人。你工地上来，不管哪回来都是空荡荡的，最多也就是3、4个人、4、5个人这就算多的了。有的是2口子，一个推个车子，一个呢拉个啥玩意儿，就在那也不知道干啥呢，也没叫他干个正活，就在这院子里这倒腾那倒腾这，就是这样磨磨蹭蹭的，就这样子。就是反正他也不给你停工。对。你说他干吧，他啥都没干出来；你说他不干吧，他还总有那3、5个人在那晃荡着嘞。他就是这个情况。但是我们感觉就是在我自己心里说，我已经无法等待了，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再去等了，只能住到这个房子里来了。我是去年12月份搬进来的。去年12月份就搬进来。去年12月份搬进来，你看年前疫情关，这一下停了，我都没上班。年后这刚上了几天班，疫情又来了，又把我们关了16天。我们店才刚刚开始。现在才营业呢，你这都不让堂食嘛？关键就是人家老板叫你去也没啥活干。你像我们是火锅店，又不能外卖，也不能咋地，直接就关门了呗。像我们，你想我们没啥收入，我自己的话，像我这个家庭现在就是，
我自己就是给串串店里上班，传菜、擦桌子、扫地，一个月就是干得好2800，干得不好就2600，就这个样的。管吃，然后的，我们家那个人了，他去年做了个手术，腰疼呢，他就是1个小时13块钱，给人下午去洗锅，从6点开始，然后到晚上11点多、12点，活多了就多干点，活少了就少干点，就这样子。反正我们基本是收入反正我们2个人顾孩子，一个月反正就是为难的，刚够交房贷，刚够给孩子花，就剩个1800块钱，那剩个几百块钱。你现在孩子1年上学的话，大学学费大概多少钱？我那孩子1学期是1整年交学费是1万块钱。学费1万。然后呢，生活费每月是1500。每月1500。我孩子1500的生活费，房贷是2000。这就3500。我自己挣2800，他爸的话，你想他就一天就上几个小时嘛，一个月下来也就是最多就2000吧。我想也就那么多钱，他还抽烟呢。他一天抽个7块钱的烟，他还得抽上个1包，有时候1包多也得10块钱吧。他也在下午在人家那吃，中午一顿他还要自己买的吃。您刚才说您这个跟你们那位是已经办了离婚了是吧？这个，那您现在2个人还住在一块儿吗？是为啥我们又住在一起了？就是他去年不是腰有病了嘛，然后你想，我的孩子上大学呢，然后他就在医院，我还有点伺候着呢嘛。他不在床上躺着，他起不来嘛，孩子要上学，没办法，为了孩子嘛。为了孩子，那你们现在又在一起，那准备互婚吗？没这打算。没这个打算呢。有的时候你要记住了，不是说一把刀能杀了人，有时候吵的架他无数次，他把你心伤了，你也就那啥了，知道不？你也觉得就没意义了。孩子反正也大了，他上完大学结婚了，就各过各的。那就这样过呗。我不愿意看着我的孩子一天伺候他爸，学也上不了，蔫蔫的在医院里憋了1个月，我还就在医院伺候他，学校不停的打电话，那只有我伺候吧，那伺候谁？他爸他妈都70大几的人了，你不可能伺候他们。就这样子，就这种情况。我看到咱们说这个昨天好像这边又召开了什么债权人大会是吧？是的，他就是昨天说是，就是新招的一个投资人啊，叫什么歌谣公司还是啥，我也不识字儿，也不懂。最后我们都去了，然后他就是我们业主有3个代表吧，他也不让我们参与，也不让我们进去，最后我们就在那马路牙子上喊了，然后最后他就让我们进去了，然后就是我们就大家业主都写的自己的房号、名字、电话号码，按的手印儿，写的我们的诉求，然后我们也要进去的话就是只进了，然后就是别的人都没介绍，他不让我们旁听。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资料给他了，然后我们就出来，他叫我们在外面等着。那我们在的院子等着呢，我们还不是在马路牙子上等着？这都是一个道理，是吧？你在哪等都是个等嘛。反正到现在也没出过啥，也不知道啥情况，也没人告诉我们到是个啥情况，是招到了还是没招到都不知道。公告上面写的是没有招到。那我不知道，我也不识字儿。您不识字儿啊？我们是陕北的嘛，我们是山里头，就没有学校。没有学校。我们没有学校，想着我们从老家来，才把孩子接到西安，为了这孩子上学才来的西安，要不我们也没想着来这么远。就来了，我们就是一直摆摊儿，一直就在一个菜场门口摆摊儿，摆了17年，光卖个袜子呀，什么0088的线呀、针线什么。就是家里用的这些小零碎，就摆了17年，然后那个市场拆了，然后我们就没办法去上班了。以前就是在菜市场那边摆摊儿的。对，摆摊卖袜子、鞋垫儿，就针线，这些家里这些小零碎、扣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啥都有，锅刷子啥玩意儿都有。就是卖这些的。那您这个购房款这些首付的都是靠这个卖这个攒的是吗？那不够，那远远不够了。我自己也有一点，然后的，
跟我老公他妹借了4万，跟我爸他爸都给了一点儿，两家老人都帮衬了一点儿，光靠卖个袜子，我还供这个孩子在这上学呢呀。哦，我那一天，你想摆个那小摊儿，就一个钢丝床上摆着呢，天天就拿个那3轮车拉出去，然后就拉回来，然后那挣不了多少钱。你有孩子了，你一会儿送孩子上学，一会儿接孩子上学，你摆个摊儿的就自由一点。孩子一直就在这上学的，就为他上学呢，我们就没上过学。那您当时买这个小区的时候，有考察这个开发商的资质这些东西吗？那我是不懂，那我还找了人懂的，人家是这个还算是八桥区影资的这个4德公司来就是开发的这个项目，他们都是给我还看了，他们说这个没问题，这个都是影资的话不会出什么问题，像当时预售证呀啥都有呢，那该有的证都有呢，然后我们也就想着那别的开发商还没有这么个影资人嘞，是吧？那我们这个还至少比那要强一点，最后我们就又决定在这儿买了吧，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，他们都说可以。那您是12年交的房，12年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签购房合同吧？我们是13年10月份签的网签。13年10月份签的网签。哦，对，就是我记得就是过8月15了吧，他打电话叫我们说房子盖大了，盖大了多少？叫我们家补了12000多块钱，补了以后才给我们网签的。就是你刚开始来的时候，就是只交了一个意向款是吧？那头一天交了1万块钱，他说3天之内就是这个1万块钱还有效嘛然后就是3天以后的话，这1万块钱就失效了。然后我们过了2天，我们就来把首付啥都交了嘛。是当时就直接就网签了吗？交完首付以后？没有，那是12年买的吧，3月2号买的，第2年就是过8月15的时候才那个啥网签的，等于是过了有1年还多一点您当时的时候，就是你交这个首付的时候，有考察他这个资质有吗？资质有呀，他就是他说就是那个网签的那个证没有，别的4证都有。别的4证都有。但是他是4证的，我也不识字，是个啥4证。但是我们亲戚那时候在这儿看，他说，这4证有的话就是就没啥大事儿。就是我也不知道是4证是啥证，反正人说我就是那证都在墙上标着呢嘛。那么多看房的都看都看了，也不是说1个2个看了，是我自己我觉得不懂，那么多的懂的人肯定也有懂的了，对吧？大家都在那看，都看了，他们又会在网上查了，都说没事儿，都合适着呢，然后就成个证。那当时买的时候那啥都有呢，那谁能知道成这样的嘞？那您现在就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？接下来呢就这样住着呗。我希望就是我们这儿最起码有个零电零水嘛。你就是叫我们这些不要楼底下往上提，这就是我们的照明工具。买了个太阳能灯，白天一充电，晚上就亮了。再没有个啥，你电梯能给我们打开，把那个水电给我们通了就行了。我们再没有啥诉求，就给我们通过电，通过水，电梯让我们用上。我们也实在是爬不动。有没有去问他们为什么不开这个电梯呢？电梯他说电梯要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什么人来验收呢，验收了然后得几个月。我说那你把零电零水给我们接上，他说那是不可能的，就反正是解决不了，什么都解决不了。你一问他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没得说。这些线路这些都接好了吧？您这有都好了，你看嘛，这上面都接好了，它就是对个口其实就好了。啥都接好了。那现在人家不给你用，那你也没办法。那现在就这个情况。大姐，您是干家政是吧？我干家政。我打的住2工，赶工，上午4个小时，下午4个小时。
那多好呢！我的妈呀，还有这样的活呢！让他给你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您这。西安这么长时间，你都没说。那我以前的我都是自己做生意卖袜子，在菜场门口摆摊卖袜子，卖一些六六八八的东西。我以前在5星级酒店干客房的，干过。就腰间盘突出。我就没上过班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最近17年，我们是2017年市场拆了嘛，拆了，然后我们就没有地方去了，然后就还想找个地方继续卖那种零零碎碎的嘛啊。我看你比我年龄小，我是81年的嘛。哦，那你小的很呢。你是81年的。哦。你干个那个月嫂，去培训去干月嫂多美啊！一个8000、1万、1万2的人家。81年的可以干月嫂，可以干月嫂。你一个字也不识，你可以给他管娃嘛？人家给你培训，你可以学嘛？你那一个。我怕人家叫我写字儿，那我不会写。你1年你没上过吗？我就没上过学嘛。你以前都没上过。那我们37的就是没有上过。你比我年龄小的多，我上了2、3年学，我们就没上过学。以前都没上过，我看你那么灵活，你。那我嘴巴子是利索着的，那我就是没念过书嘛。不行。妈呀，我就给他带孩子呢，那是干个居住证啊，人家叫我提个表，我都不会填。我每次都是把自己的名字，人家那你把名字写好，那我写的难看点，剩下的都是人家那些警察。多少次你这10年了，知道吧？干那个。再一个，你像现在看手机啊，看多了，可以。那简单的能认识的，但是还不会写。呀，你拿起那个笔，那个手就抖。干月嫂，他也不用你写字，你给他把娃带好。人家一说培训了干啥，我脑瓜子嗡嗡的，我就害怕叫我写字呢。你写不出，你脑袋好使，你可以记住吗？那我记得，那我想我能记住，那我不知道我能干得了。哎呦，咋干不了？我都就在这饭店里头上了，知道快2年班。看你那么年轻，你看看你。成天抖得油麻人脸的，一天起来穿不上干净的衣服。啊，别干了，那太辛苦了，太累了，那工资那么低。那工资就这么低，饭店里公司服务员都是这个样子的。你像串串店这种年轻小孩看不上，因为他那个时间不稳定嘛，然后脏活只有这些就是没文化饭店里就是这个样子。年轻啊，挣钱。我是那几年也是在老家做生意，也是做个小生，卖菜饭菜啊，卖个小百货。那几年年轻给人家卖个衣，反正也啥都干过，给大灶上工地上做饭呀，反正单位灶上做饭，我也是下不出。我倒是一直就是摆摊，一摆就摆了17年。啊，那你那就是那也挣不下个啥钱。你想去摆一个钢丝床，拿个3轮车一拉，能挣多少钱吗？就挣不下个啥钱。我跟你说，我在西安我就没有朋友，我这个人可那啥嘞，就是不会跟人处，也不会跟人那啥。家里家政公司多，完了把你拉去。哦，那小的嘛，家政公司多的。哦呀。你也干个，你看你先干吧，还是先学习，先干一干，你其实让我说你年龄那么小，你干月嫂，一个送8000、1万。我就怕考试呢，因为我不识字儿。考啥字是呢？我在抖音上有时候看见人家要写字呢，考上什么毕业证呢？我娘呀！我一心想，我都想都不敢想，我哪能考得过嘛？我双手画不了个圈圈，我咋跟人考试？我那几年在5星级酒店干客房，那一个工资也不多。我16年那个在希尔顿那个酒店也是国际酒店，人家就这让他去那个别墅，人家那人看我说活也麻利，说我也看能干，说可能我估计是给他们家找保姆，说我们家有300-400平方，有3、4个保姆，你这一个挣多钱，你可以我给你介绍我邻居那找个保姆，人家一家3、4个保姆，你可以去到那干，一个3星期干得好了还可以涨工资。是还可以住洋楼住家，我说住家的我才不干呢，为啥住家里干？我说我不干。问你一个在这个，我是一个挣3、300块钱。那我要是我住家里该多好呢？我都不用住这儿了，我住家里啥都有了。你这别去住家了，你没干，你干了你就不想住家，因为住家晚上人家10点、11点不睡觉，你也跟人家得耗着。你这年轻无手，你像到我们这年龄，到晚上累了就想躺在床上休息。所以说我现在就干上下5、2家短工。我到点我下班了，在我房间，我随便我咋休息咋休息，我想吃啥我搞。你在人家住的那么方便吗？
那我都会考虑这样的，因为我没办法。所以说我现在我有个地方住的话，那不是多好呢？我都不用住这儿了，我爬高那你就年轻的时候，早上6点半起来给人家做早点，一直到晚上11点了，人家那个。你也跟他们一起跳了啊，也跳，都在这坐在这儿愣着，给小朋友跳会儿啊。啊，这2年腿怎么样？还是那么样还是那么样。啊。